这块地赏情不错，但藤蔓长得太密了，得疏一疏，把多余的侧枝掐掉，养分才能集中到薯块上。苏娘子，这藤长掐掉怪可惜的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藤多了书就小，藤少了薯才大，这个道理跟过日子一样。什么都想要，最后什么都得不到。动手疏藤。苏荷姐姐，歇会儿喝口水呀。嫂子，今年种植面积多了30%，要是亩产持平，收成能突破8万斤。不过今年雨水少，多注意灌溉，不能掉以轻心。那我明天跟阿俊说一声，让他带人把渠口的闸门再检修一遍。阿月越来越能干了。请问是萧家苏娘子吗？我们是隔壁石桥村的，听说你们村这几年种红薯种得好，想来讨教讨教。进来说吧。这是我写的红薯种植要略，从选种、育苗、移栽到添肥、飞腾、翻腾、收获，每一步都写清楚了。你们可以先翻看看。苏娘子，这册子能借我们抄一份吗？可以，不过我不识字，是我小姑子阿月抄的。你们要是想学，3日后再来，我让阿月多抄几份，你们一人带一份回去。苏娘子，这是村里大伙凑的一点钱，不多，算是谢礼。那我就收下了，这钱我给阿月当抄书的工钱。你们放心吧，册子上的法子都是实打实的，照着做，肯定有收成。谢谢。阿月，嫂子，他们给的谢礼有多少？不多，但这份心意比钱重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今日我先教大家选种。红薯种要选个头匀称、表皮光滑、没有虫眼的，大小不必太大，但一定要健康。像这个表皮有黑斑的就不能要，那种容易烂。选好种之后，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催芽，等芽长到这么长，就可以切块下种了。嫂子，我刚才讲的怎么样？有没有讲错的地方？讲得很好，条理清楚，声音也够大。不过有一个地方，你说芽长到2寸就能切块，实际上应该看芽的粗壮程度，不光是长短。这个细节下次补上就行。好，我记住了。阿月，你现在已经不是跟在后面学的人了，你已经开始教别人了。嫂子，我真的能行吗？你已经行了。请问是苏娘子吗？我是萧父仙户营里的火头兵老赵，他托我把这些东西送回来。赵大哥辛苦了，阿征在营里怎么样？傅千虎好着呢，伤全好了，上个月还带着兄弟们打了一趟小胜仗。他让我带话，说夏末轮休一定回来。不了，营里还有事儿，我这就赶回去。傅千户说了，信在布包里夹着。阿和无期，见字如面。伤已痊愈，军务如常。上月小战，缴获物资若干，长官赏了布匹和米粮，分了一些托人送回家中。夏末轮休之事已递折子，若无意外，
7月下旬可归。家中田地辛苦了。夫征手书。这孩子出息了还惦记着家里，这几匹布够给咱们一人做一身夏衣了。给娘做一身，给阿月和阿俊各做一身，剩下的留着。哟，这布真好，颜色也好看，是萧父千户从营里捎回来的吧？阿征捎回来的，说让家里做几身夏衣。萧家嫂子这手艺真不赖，裁剪的真齐整，做了几10年了，再不济也该有点样子。娘，你教教他们怎么裁吧。这几匹布还有一些余料，正好让大伙儿学学。行，拿小板凳来坐下，我教你们最简单的对襟短衫怎么裁。领口这里要留够，不然缝好了套不进去。袖子也不要裁太窄，干活的时候不方便。日子就是这样，一家会了，大家就都会了；一人好了，全村就跟着好起来了。阿和，你过来试试这件裁好的，我给你比一比长短。嫂子，红薯还会开花啊？红薯花少见，花期短暂，唯有水土条件俱佳才会绽放。会，说明今年的地力、水、温度都刚刚好。红薯开花是好事，意味着块茎在底下长得也欢实。哇，真好看！去跟帮工们说，今天下午给东边那几垄地多浇一遍水。花开得好，薯块就长得大。嫂子，红薯开花真的能那么厉害吗？红薯一般不开花，能开花的年份都是好年景，这也是个征兆。今年咱们的收成不会差。那咱们今年的红薯是不是能比去年收的更多？如果接下来2个月雨水跟得上，管理不出岔子，亩产应该能再多个1-2成。个头比预期的小一些，但品相不错，应该是底肥下的稍微少了点儿，夏季再多欧些肥就好了。阿月姑娘，这能卖不？能卖，虽然个头不算大，但皮色好，煮着吃肯定甜。你们可以先拿一部分去镇上卖卖看，剩下的留下做种。阿月姑娘，多谢你和你嫂子，要不是你们教我们，我们哪能种出这东西来？原来看到别人也过上好日子，比自己挣钱还让人高兴。嫂子，石桥村的红薯收了，他们特意让我带一袋回来给你尝尝。你看，只要愿意学，日子总能跟好起来。小满，你以前在家就常干活吧？爹娘走得早，我从8岁起就在婶子家帮忙干活了，种地、挑水、砍柴、做饭都会。那你来了咱们家就不用那么累了。嫂子说了，工钱按月算，逢年过节还有红包呢。阿月姑娘，我从前在婶子家虽然也有饭吃，但没有人像你们这样待我。苏娘子肯收我，还给我工钱，我……好啦好啦，别哭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快干活，等会儿嫂子还要看咱们晒的薯干呢。
小满这孩子确实不错，手脚利落，也懂事儿。你李婶没骗咱们。让他跟着阿月搭话，正好阿月也能练练待人。阿和，你这家里家外一把抓，连人都带得这么好，咱们家呀，人丁是越来越旺病了。日子过好了，人自然就聚过来了。娘，以后咱们家的人会越来越多的。萧父天父，这磨坊是你媳妇儿带着大伙儿一起修起来的。如今村里家家户户磨面都来这里，便利得很。建得很好，比我上次回来看到的样子气派多了。萧家小子，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啊！你不在家的时候，她把萧家撑起来了，也带着村里人撑起来了。我知道，我欠他很多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好好守边，他好好种地，你们两口子是咱们村的顶梁柱啊！怎么了？磨坊有问题？没有，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这个家有你真好。忽然说这些做什么？走吧，该回去吃饭了。今年雨水虽然比去年少，但罐罐跟上了，肥料也足，红薯长势很好，再过半个月就能开始挖了。这麦子比往年收成好太多了。娘，今年冬天咱们不光能吃饱，还能给阿征多送去些军粮。行，到时候多做一些红薯饼和粉条给他带去。第3年了，这片地从荒芜长丰收，我用了3年，日子也是这样，一步步走，一点一点攒，不知不觉就到了该收获的时候。大哥，你慢点儿，我跟不上了。多干点活，省得你嫂子总说我回来光吃饭。苏娘子，今年的红薯比去年还重。今年气候好，管理也到位。明日开始晒麦子，先晒3天再入仓。红薯要先摊开晾1夜，不然窖藏容易烂。晒麦3天，红薯晾1夜再入窖，记好了。今年红薯总收成72000斤，比去年多了整整1万斤。小麦收成8000斤，春麦4000斤，冬麦4000斤，土豆也收了2万斤出头。7万斤啊，那得吃多少年？你傻呀，又不是光吃的，还要留种卖钱做粉条。按今年的行情，红薯鲜薯能卖4文1斤，粉条和薯干的利润更高。扣除所有成本，今年咱们家净利润约47两银子。47两银子，我当兵2年存的军饷还没有这个数。那是你挣的是命钱，我挣的是苦力钱，都不容易。阿和，等我再攒些军功，升了官，你就少种些地，别那么累了。地还是要种的，不种地我浑身不自在。不过以后可以多雇些帮工，我少下地，多管账。粉条给你营里的兄弟们分一分，红薯你自己留着吃，辣椒酱下饭好。娘，我这是回营，不是搬家。你懂什么？营里那些兵娃子吃大锅饭，哪有家里的好东西？这是给你们的百户长的，你带给他尝尝鲜，人情世故要打点。我走了，冬天看看能不能再请到假回来。路上小心，到了托人带个信。送了一次又一次，还是会站在村口看到看不见为止。不过也好，
有个人在远处等着，日子才有奔头。苏荷姐姐，粉条要做的筋道，关键在揉粉的力道和时间。水多了粉稀，水少了粉硬，得刚好到那种不粘手、不裂口的程度。原来粉条是这样做出来的。你试试。不错，比阿月第一次做的时候强多了。嫂子，我那是因为手劲儿小。阿月姐，这粉条看起来好好吃，当然好吃。嫂子做粉条的方子可是咱们萧家的宝贝。不过你刚来没多久，等冬天的时候，嫂子会做红薯糖短，那才是真好吃呢。真的，比粉条还好吃。真的，冬天喝一碗，从头暖到脚。咱们现在总共有湿地120亩，荒地80亩。明年我打算把荒地全部开出来，但不再种红薯，全部种冬麦和春麦轮作。不种红薯啦？那红薯不是挺好卖的？红薯对地力消耗大，同一块地连种3年以上，产量就会下降。咱们需要轮种休养。麦子收了以后，地里剩下麦秆可以翻进土里沤肥，等后年再种红薯的时候，地力就养回来了。嫂子，那明年咱们家就只种麦子啦。麦子、红薯、豆子3年一轮，这样地不会累，收成也不会断。你连3年后的事都想到了。我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来只想着明年种什么，没想过后年、大后年。日子要过长远，就得把路看远一些。3年，从什么都不会到如今什么都懂了一点。边关的风还是那么冷，但这间屋子里面已经暖和了。嫂子，粉条快卖完了，要不要再加一点出来？把留着展示的那几捆也拿出来卖了吧，反正今天过完就入冬了，不压货。苏娘子，隔壁摊子的掌柜想跟咱们商量，说能不能分他一些货放在他那里代卖。可以，你告诉他拿货价按老周的规矩来，让他明天来家里谈。嫂子，今天卖了多少？光粉条就卖了2两多，饰品和薯干加起来也有近1两，今天全天进让3两半。3两半，一次集就顶咱们过去好几个月。那是因为咱们东西好，名声打出去了。等明年货更多了，还会更好卖。风土要压实了，不能让冷风灌进去。今年窖藏的红薯够吃到明年开春，烂一颗都可惜。苏娘子，这窖里的红薯能放多久？只要封得好，温度合适，放到明年4月没问题。到时候正好接上新一季的粮食。苏娘子，咱们家今年准备的过冬东西，比我以前在婶子家10年攒的都多。这几天怕是要下雪了。阿和，地里的冬麦没事吧？冬麦已经封冻前浇了最后一水，覆了草，雪压不坏。等明年雪一化，返青的时候比今年还要早。嫂子，明年开春咱们还教石桥村的人种麦子不？教，不仅教他们种，还要教他们轮种的法子。光吃红薯不行，人得吃五谷杂粮才能壮实。嫂子，你看，我按你说的把轮种顺序标好了。这块地明年种麦子，后年种豆子，大后年再种红薯，标得很清楚。不过有一点，这块坡地上的土薄，种豆子不如种耐寒的薯子，你改一下。
好吃。这样的日子，我以前想都不敢想。边关第3年，雪还是很大，但屋子里暖了。孙师傅，这么大的雪，您怎么来了？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寻思着你们村东那条渠冬天要是冻裂了就麻烦了，过来看看有没有需要修补的地方。您这可真是，快进屋暖和暖和。苏娘子，我来的时候沿路看了看，你们村那段渠基本完好，只有东头那个闸口被冻得有点松动，等开春化冻了，我再带徒弟过来加固一下就行。那就麻烦孙师傅了，工钱到时候另算。工钱好说，我来也是想问问你，开春你们还扩地不？要是扩地需要修新渠，我提前把手头的活安排好。明年暂时不扩地了，先把现有的地轮种好，后年再说扩的事。也行，地这东西不怕种的少，怕种的糙，把现有的种精了，比啥都强。阿和，你这腌肉的方子又是从哪儿学的？跟我以前做的不一样。多加了一点花椒和陈蒲，去腥增香。娘，您尝尝这料味道怎么样？香的，又麻又香，比单用盐和酱油好多了。苏娘子，咱们家今年要做多少腊肉？能做多少做多少，除了自家吃，还得给阿征送一些去。老周那边也要分一些当节礼。第3年了，第1年做腊肉只做了几块，第2年做了几十斤，今年已经挂满了整道粮。日子就像这腊肉一样，年复一年，越攒越厚。嫂子，我做了一个今年全年的总结，想讲给你和娘听。好，你说。今年全年肖家农业日总收成如下：红薯72000斤，小麦8000斤，土豆2万斤，饰品工坊出坏款总计12两7钱，粉条和薯干加工业净利润5两3钱，扣除所有成本和工钱。汇报完毕。阿月，这份总结比去年的清晰了不止1倍，你这1年进步很大。咱们家出了个小账房。阿月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用改了，去睡吧。嫂子，我想明年做得更好，你教我更多东西好不好？好，只要你肯学，我都会教给你。阿月姐，我从来没有贴过春联，以前在婶子家过年就吃一顿饺子，没有这些热闹。那你今年在我们家过个热热闹闹的年。嫂子说今晚做好多菜，还有你上次想喝的红薯糖糖。阿月姐，我有个新年心愿。什么心愿？我想好好跟着苏娘子干活，存够钱，在村里盖一间自己的小屋子，不用大，能放下床和灶就行。那你得好好干。不过你住在我们家也挺好的，我舍不得你搬走。压岁钱，新的1年平平安安。哎呀，这么大冷的天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苏娘子，过年好，我们是来给您拜年的。今年我们石桥村红薯丰收了，大伙日子好过了，特意过来谢谢您。来就来嘛，还带这些东西做什么？苏娘子，这不一样，您教我们种红薯，教我们做粉条，等于给了我们一条活路。这点心意您一定要收下。都进来喝杯热茶再走。苏娘子，我们村的人商量了，今年想跟你们一起种冬麦，您看行不？可以，过了正月15，你带着人来，我教你们怎么选种，怎么整地。
娘，咱们把路铺开了，走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今年咱们家的主要任务是轮作，老地分3块，甲字地种春麦，乙字地种东欧麦，丙字地种豆子。村东那片荒地全种春麦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嫂子，那红薯呢？今年不种红薯了。种，但面积减一半。今年以养地为主，红薯种少一些，但种得更精。嫂子，那工坊那边今年还继续做粉条吗？做，但量会比去年少一些，走精品路线，价钱提上去。那老周那边拿货的价格呢？还是按原来的规矩，老周是老客户了，不涨价。阿和，你来了3年，这个家从只有几亩薄地，到现在什么都顾得过去了。娘，这3年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。吃苦我不怕，以前是看不到希望的吃苦，现在是越吃苦越有盼头。这不一样。冰化了，今年的春套比去年早了5天。嫂子，春套早了好还是晚了好？早了说明化冻快，地温回升也快，春耕能提前。不过也要防着春汛来得太急冲垮渠口，回头让阿俊带人去把渠口加固一下。回去我就告诉阿俊。地醒了，该准备春耕了。苏娘子，地化冻了，今年春耕能提前不？能，咱们月底就可以开始翻地了。你们先把地里的残茬和草根清理干净，等我的底肥配好了，通知大家来拉。又是春天了，地还是那块地，但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些人了。这批肥欧的好，今年春耕的底肥就靠它了。嫂子，这肥怎么分？村里好几户人家都等着要呢。咱们自家留6成，剩下的4成分给村里跟着咱们轮种的人家，每家按地亩数算，不能多给也不能少给。苏娘子这欧肥的法子真是神了，去年用了她家的肥，我家那几亩麦子长得比往年都好。苏娘子，今年用了你家的肥，秋天要是丰收了，我请你吃新麦面。那我就等着了。大家回去记得把肥跟地里的土拌均匀了再种，别一坨一坨的堆在根上，会把苗烧死的。嫂子，今天一共分出去30多户，够。今年春耕的底肥算是安排妥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等天再暖一些，咱们就该下种了。肖家客们，沛公！可以了，大家按昨天分的工，各就各位。娘，等春耕忙完这一阵，我想去镇上找刘掌柜商量一下今年粉条的定价。去年卖得好，今年不少人跟风做，价格怕是要压一压。那你打算怎么定？我打算走2条路，普通的粉条便宜卖走量，精品的手工粉条用细包装，走镇上那些饭馆和富户的路子，价钱贵1倍。你觉得行就行，娘只管帮你把家看好。各位叔伯，这是我家嫂子给你们挑的好种，去年的种你们留着当粮食吃就行了，今年用这批新的，产量还能再高一些。阿月姑娘，你跟你嫂子的大恩，我们石桥村记一辈子。不说这个了，我今天来是帮你们看春耕的，种子怎么切，怎么催芽，下种的深浅都跟去年一样。大家看，每块上至少要留2个芽眼，这样出芽才齐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我还只是跟在嫂子后面打下手，今年已经能一个人带着一个村的人种地了。阿月姑娘，留下来吃了饭再走。不了，我嫂子还在家等我回去对账呢。
嫂子，傅千户的信，他说夏末的轮休批下来了。辛苦你了，进来喝碗水再走吧。不了不了，营里还有事儿。嫂子，傅千虎说他这回能在家待7天。萧真快回来了。腊肉还有半条，粉条管够，红薯干也还有好几斤。对了，嫂子，要不要再做一坛辣椒酱？上次大哥走的时候说，营里的人都馋那个。小满，你捡花瓣瓣做什么？苏娘子，我以前听人说杏花晒干了能泡茶喝，还能做香囊。我想试着做几个，咱们卖饰品的时候可以搭着送人。这个主意好。不过杏花瓣得用淡盐水洗过再晒，不然容易生虫。我教你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你跟我来。洗的时候不能揉，一揉花瓣就烂了。用清水过2遍就行。晾的时候要摊开，不能堆在一起，不然底下会发霉。苏娘子，你咋什么都会？不会的就学，学会了就是自己的。嫂子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我想写一本更全的农书，不只是红薯种法，把咱们这几年种过的冬麦、春麦、豆子、土豆，还有沤肥、修渠、轮种的法子都写进去，不光是咱们家用，以后谁想学，抄一本就能看懂。这可不是个小工程。你打算写多久？1年。先把已经确定的写出来，今年秋收后再补充新经验。嫂子，你帮我上稿就行。好，你写，我审，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随时问我。谢谢嫂子。整体写的不错，不过这一段你说红薯喜暖怕寒，这个说法不够准确。红薯虽然怕霜冻，但苗期适当低温耐凉，反而有利于根系发育。霜前喜暖，须场收获。苗期耐凉，成株喜暖，霜前收获。我记住了。改完之后可以抄一份给我，我再帮你校对一遍。写完这一章，后面的就顺了。嫂子，我一定把这本书写好。阿月要写书了，这个家从种地、做手艺到写书，一步一步，什么都有了。春雨及时，赏晴正好。麦子已经抽穗了，再有1个月就能收。嫂子，红薯地那边的藤蔓长得好快，有些已经爬过垄了，要不要先翻一遍？去看看再说。今年红薯比去年还早膨大，再过20天就可以开始试挖了。嫂子，你说今年红薯能比去年还大不？地力养了2年，今年肥也上得足，只要后期不遭大旱，应该能比去年大1圈。
从荒地到连片的良田，从一家宝到全村暖，这条路走了3年，今年是第4年了，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走。萧征夏末就要回来了，等秋收忙完，我想跟他好好商量商量，这个家还能做些什么。今年的麦子比去年还饱实，留一些做种，剩下的磨成面。入秋给阿征送一些去，他爱吃面食。阿和，这样的日子，我从前想都不敢想。嫂子，今年收了这么多麦子，咱们是不是该换个更大的粮仓啦？等农闲的时候，在旁边再盖一间粮仓。嫂子，今年这粮食够咱们吃2年的了。够吃2年，但也不能都吃了，留一部分等行情好的时候卖，再留一部分做。嫂子，你说麦子什么时候卖最划算？秋收之后，到时候新粮大批上市，价格会稍微回落，但咱们的麦子质量好，不愁卖不上价。等过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，粮价会涨一轮，到那时候再出剩下的。嫂子，咱们今年西瓜种的不多，明年多种一些吧。明年可以种一垄试试，不过西瓜费水，得种在靠近渠边的地方。真甜，这瓜比镇上卖的还好吃。苏娘子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院子里吃过西瓜。以后年年夏天都有。不知不觉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星空，京城的事好像隔了一辈子那么远。也好，远就远了吧，这里才是现在，才是家。你就是萧家苏娘子吧？我是镇东头悦来饭馆的掌柜，你这红薯品相好，我打算长期跟你拿货。悦来饭馆我听说过，您想要多少？每5天要100斤鲜薯，另外粉条也要10斤。鲜薯5文1斤，粉条15文1斤。长期合作，这个价是最低的。成，5日后我来拉第一批货。苏娘子，后会有期。嫂子，今天这一集卖了多少钱？连饭馆的定金一起算，今天进账差不多2两。2两，这才1天。以后这样的日子会越来越多。明天开始要加派人手挖枣薯了，赶在入伏前把第一批货备齐。